国务院总理李强28号在京会见由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克拉克率领的访华团。李强指出，加强经贸合作对两国是双赢，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作为全美最大的商业组织，此次美商会代表团访华对中美关系有何影响？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美国商界如何用脚投票，凸显中美合作才是主流呼声。李强表示，今年是中美建交45周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美经济高度互补，利益深度融合，加强经贸合作对两国是双赢，搞脱钩断链、小院高墙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中国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欢迎美国企业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希望美国商会和企业家们继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两国更多沟通交流和相互理解。克拉克表示，美中关系极为重要，两国脱钩不是可行选项。美国商会愿发挥桥梁作用，为深化美中经贸关系和互利合作做出努力，推动美中关系稳定发展。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杨帆2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应中国贸促会邀请，美国商会会长兼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美国前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等率团于2月27号至29号访华。此访旨在推动中美两国企业界合作，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及营商环境最新情况。这也再次证明了美国工商界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和持续关注。美国商会在行前的声明中则称，预计克拉克在此访期间将与中方官员、当地商界领袖以及美国企业高管代表等会晤。在克拉克来华前，1月17号，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同他进行了会见，双方就加强中美经贸合作等进行了深入交流。已有100年历史的美国商会是全美最大的商业组织，成员包括大型跨国企业、中小企业、地方商会和行业组织，多年来一直代表广大美国企业的利益发声。去年5月，美国商会曾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将与中国的所有经济互动都视为威胁。克拉克当时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中美之间仍存在很多商机，我们有能力也应该富有成效地参与其中。 I think all of us want an outcome where the world's two biggest economies can coexist in a way that isn't defined by some zero-sum metric. We can't take a blunt approach to China like decoupling. If we treat every economic interaction as a risk, we will lose focus on those that really truly pose a threat. 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商会代表团这次访华的规格很高，多位美国前政府官员随行，包括小布什执政时期曾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苏珊·施瓦布。施瓦布对中国事务相当熟悉，任内曾解决过中美之间多起贸易纠纷，为两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做出一定贡献。早在2008年，施瓦布上任后仅3个月就启动了他首次访华之旅，并通过媒体表达了他对中美贸易的务实态度。不少美媒认为，施瓦布这次陪同克拉克访华，凸显美方希望进一步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意图。总体来讲，他们有非常突出的一种非官方的、非政府的但又同时呢与政府这个关联很密切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这个一方面呢反映出来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国的商界和社会力量希望改善中美经贸关系和维持中美关系大盘的稳定。另一方面呢也表明这个中美双方都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非官方但又与官方有密切关系的这样一个渠道，来向美国政府发出声音那么自下而上的来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特别是经贸政策的一种改善和缓和。彭博社称，此次访问是世界上2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关系改善的最新迹象。路透社表示，美国和中国在贸易政策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商会代表团此次访问，正值两国在经历了几年来最紧张的关系之后，逐渐恢复接触之际。新加坡联合早报则认为，作为代表美国商界利益的最大游说团体，美国商会会长此次率团访华，并与中国官员会面，是两国政商界增强交流的表现。外界注意到，近几个月来，中美经贸高层沟通频密。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本周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世贸组织第13届部长级会议期间，也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会见，双方就彼此关心的多双边经贸议题等进行了专业深入的交流。我们期待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务实的交流合作和还有坦诚的对话呢，能够在这个经贸领域推动中美关系的缓和和进一步发展，从而呢对中美关系整体的发展
构成一种积极的正能量。美国商界连日来也通过多种方式对外释放了看好中国市场、继续在华投资的积极信号。27号，华南美国商会向外界发布2024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开篇就指出，去年中国经济以5.2%的增长率超额完成增长目标，总量达17.52万亿美元。预计中国将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约1/3的份额，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火车头。86% of the companies that we studied indicated they do not plan to decouple from China due to U.S.-China trade tensions. Not a single company that we studied, including American companies,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completely withdraw from China. 然而，与美国商界人士秉持的务实态度不同，部分美政客依然在不同领域鼓吹所谓中国威胁论，其中也包括科技领域。近日，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否续签的话题再次引发外界关注。作为两国科技合作的重要象征，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于1979年签署，此后每5年续签一次，40余年从未间断，上一次是在2018年。但去年8月，拜登政府决定不整体续期，只批准延期执行至今年2月27号，以便重新谈判。去年11月，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后，中美双方同意启动续签磋商。在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介绍说，中美科技合作本质上互利共赢，目前双方就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保持着沟通。实际上，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确立的平等合作关系，对中美两国和世界都带来了好处，且该协定并非致力于高精尖前沿科技合作，主要是涵盖环境、农业科学、物理和化学在内的基础研究。然而，一些美国政客却不厌其烦地炒作称，中国会因协定在关键技术上取得优势，其中就包括反华议员、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妄称该协定将有助于中国实现军事现代化。不过，美国各界仍广泛期待这一协定能够顺利续签。美国智库中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丹尼斯·西蒙直言，遏制科技合作的做法是愚蠢的。美国不能让选举年的政治扼杀这项协定。俄亥俄州立大学公共政策教授瓦格纳的研究指出，2016年前后，中国已取代英国成为美国在科技领域的最大合作伙伴。2022年，中美两国学者在同行评审学术论文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上发表了约6万篇联合文章，而在20多年前，这一数据仅为2600篇。有专家警告，有关协定虽然不涉及具体的中美科技合作项目，但这是中美开展各级别各领域合作的基础。如果失效，将产生寒蝉效应，极大阻挠中美正常科技交流合作，也会危害两个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学术合作。最近几年特别是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续签问题美方呢开始向中国施压，它的背后的这种思维是一种零和博弈的，而中国呢跟它不一样，我们是站在一个更加宏观的、更加长远的战略性的这个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双方怎么样来这个弥合这种分歧和差异将会决定接下来这样一个协定最终的命运。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8号结束为期7天的访港行程，这是夏宝龙1年内第2次到访香港。此次考察调研中，夏宝龙一行最关注哪些议题？给香港注入了怎样的信心？香港社会各界又有怎样的反响？来看看报道。1周时间里，夏宝龙考察了香港国际机场、港交所、西九文化区等地，到基层社区走访，并与香港政商、法律、传媒等各界人士座谈交流。调研时间之长、维度之广，引发香港各界关注与热议。香港明报指，此次考察调研是夏宝龙首次以中央港澳办主任身份访港，体现中央港澳办对特区政府监督权。此外，这次行程比去年更长，彰显对港调研工作的延续性，深入度将高于往年。香港南华早报指，夏宝龙此行为香港各界注入信心，也明确了中央将坚定支持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决心。相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将充分发挥其独特性和优势作用，在由治及兴的新发展阶段上继续前进。报道还指出，此访时间点尤为关键。2024香港财政预算案在2月28号发布，1年1度的全国两会也将于下周在北京召开。在中央政府以及香港特区都在紧锣密鼓布局下一年工作之际，中央派出調研組訪港，將能掌握更多實際情況，有助於進一步制定和完善對港政策。總體嚟講咧，我覺得佢呢次嚟咧係俾到香港社會嘅印象就話中央好關心我哋，好關懷我哋，俾到個信心大家。
我相信呢次佢收集咗意見之後呢，會帶翻去中央啦，咁令到喺中央呢各個唔同嘅部委即係可以睇下研究一下，有邊啲地方呢係可以即係幫助香港嘅。此外，香港舆論關注，就在夏寶龍結束訪港行程的同一天，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公眾諮詢期結束。在此期間，特區政府各相關部門已在不同社區、社團以及立法會等舉辦多場政策講解會，力求香港社會深入了解立法的目的、重要性以及緊迫性，讓香港市民聽得懂、安下心。而夏寶龍在這個關鍵時間點訪港，傳遞出中央支持香港築牢維護國家安全屏障工作的重要信號。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譚耀宗曾作為第13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參與了香港國安法的審議和制定。他向深圳衛視表示，香港社會對基本法第23條立法、完善國家安全法律已有充分共識，1個月的公眾諮詢期相信已足夠。23條立法呢，因為一個憲制嘅責任，咁最近呢個諮詢工作呢都好順利啊！大家如果有啲意見或者有咩唔明白疑慮嘅地方，都充分去表達出嚟。咁接住落嚟講呢，就政府方面就會去研究下呢啲嘅意見有邊啲可以呢係作出呢個完善。咁之後呢，立法會會逐條去審議。我諗呢個成個嘅立法工作呢，應該係會好順利地。我好有信心呢係可以完成得到嘅。咁完成之後呢，應該對國家有保障。譚耀宗強調，只有國安才有家安，香港也才有發展的有利條件。沒有哪個投資者會想到一個社會不穩定的地區進行投資，因此唯有盡快完成23條立法，香港才能輕裝上陣，集中精力發展經濟和民生，讓香港市民一起分享社會安定以及國家發展的紅利。就亦都希望呢喺23條立法之後，我哋可以集中精力呢去促進香港個經濟發展。夏主任呢想聽下各界人士對於香港未來經濟發展，佢哋有咩睇法？備受外界關注的是，夏寶龍在此次訪港考察行程中，特別安排了多場同工商界與金融界代表的座談，大量行程緊扣香港經濟。23號下午，也就是此行第2天，夏寶龍在特區政府總部與20多位香港企業家代表座談。26號，夏寶龍再次到訪特區政府總部，分別與香港金融界代表人士、香港本地及外國商會代表座談，深入了解香港經濟發展情況。香港文匯報指，夏寶龍就怎麼看香港營商環境、怎麼看香港未來發展前景、怎麼看企業在香港的發展等重大問題，與代表們進行深入交流，並強調中央堅定支持香港經濟發展，堅定支持香港保護投資者利益。參加其中2場座談會的香港總商會主席阮蘇少梅在接受深圳衛視專訪時表示，夏寶龍此行給香港工商界派了定心丸，打了強心針。對我們香港的一國兩制這個政策是不會改變。那麼這個呢，對投資者是很重要的。也強調了我們在香港的投資或者財產呢是一定受到保障的。希望呢投資者能夠放心繼續投資。這些信息我覺得對於從商的人來講是重要的，對香港的經濟也一定有很大的幫助。事實上，不少在港外國企業也對23條立法表示了明確支持。Law and order is important for business, and we have that today in Hong Kong. The basic law, Article 23, is part of the law, and the basic law has been around for decades now. So any implementation will go through its process, and then we will see how it is practically handled. And with the rule of law tradition of Hong Kong, I have confidence that it will be handled accordingly. Before independence, during colonial days, there were already security laws, strict security laws. We realized that after the recent announcements, our business and our friends from Malaysia and from Southeast Asia are very confident to return to Hong Kong and continue to stay here. 我的感覺是普遍呢，商界是很支持盡快立法的，因為呢，我們一定要在國安這一方面的一些做了一個好的法律的屏障。
做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一些不明朗的因素呢，能够把它减少。希望呢能够把这个事尽快办妥了以后呢，我们香港整个社会可以聚焦搞经济。阮苏少梅还提到，夏宝龙此次访港考察，不仅能进一步了解香港实际状况，也有效推动了惠港政策的出台。夏主任能够多次来香港，跟不同的界别的人士去了解，听到不同的声音，那么他对我们香港的整个生态有一个立体的一个了解，对我们香港以后我们的路怎么走了，一定有正面的影响，能够知道我们香港哪一方面可能需要一些好的政策，让我们的经济能够再推动快一点。而且呢，你也看到他主任在访问的期间也有好消息给我们香港啊，那个自由行的有西安跟青岛已经可以有自由行希望多访客来香港。那么我们的感觉呢，就是好的政策可能陆续有来，这是对香港经济强心针。夏宝龙主任这次在香港考察调研，代表中央政府传递了哪些重要的信号？夏宝龙主任在不到1年之间第2次到香港考察调研，7天出席了几十场活动探访社区，接触各界，特别是经济界的人士，广泛倾听呼声，并且代表中央政府予以积极的回应，提振民心，也传递了中央治港的一些新思路、新方略和新要求，体现了中央政府对750万香港民众的关心，也表现了中央对正处于由治及兴关键阶段的特区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夏宝龙主任这次代表中央政府为香港由治及兴长期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方向性指导。他明确指出，一国两制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安排，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香港走向光明未来的强大动力。一国两制方针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城市不同的主要特征之一，这样好的制度安排将作为长期性架构予以维护。同时呢，夏宝龙主任还特别强调，香港拥有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具备走向更好明天的实力和能力，发展前景亮丽。香港是高度国际化的城市，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优势显著，和世界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和经济联系，这是香港的独特优势所在。而且长期以来，香港保持了坚实的法治基础，更是中国唯一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法治水平被誉为世界一流。香港具有坚实的发展基础和动能，这些都是香港的优势所在。在世界变局不断加剧，全国人民迎接两会召开在即，香港处于由治及兴关键时刻，23条立法正式启动，预算案也正式发布之际，夏宝龙主任代表中央政府传递的上述这些重要信号最重要的就是要提振大家的信心。当前香港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国际环境的动荡，香港自身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也有人在散播什么香港优势不在泛国安化等等的一些负面情绪。那这次呢，夏宝龙主任就是为了解除这些疑惑，凝聚共识，提振信心而来。不仅要提振对香港一国两制由治及兴长治久安的信心，而且也包括对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的信心。信心坚定了，我们就能克服各种困难，更好地把握机遇，乘风破浪，砥砺前行。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之后，台湾方面刻意隐瞒事实真相，推卸责任，引起大陆各界强烈愤慨及岛内舆论的普遍质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号表示，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大陆方面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方承担。外界注意到，台检方正将案件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但台相关官员仍狡辩有过失，但不是故意。而岛内舆论纷纷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公布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
国台办28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深圳卫视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作为214恶性撞船事件以来首场线下记者会，两岸媒体高度关注。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谴责事件发生到现在半个月，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歉意。在事件真相方面，民进党当局隐瞒、撒谎、误导，前后矛盾，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岛内的一些政客和媒体罔顾事实，大放厥词，态度嚣张，毫无人性。我们将坚决维护同胞的合法权益，绝不允许此类事件再度发生。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事件发生后，大陆派出红十字会陪同遇难渔民家属赴金门，多次与台海巡部门沟通，但得到的却是让家属寒心的回应。朱凤莲表示，台湾有关方面应切实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和善意，处理好善后事宜，避免进一步伤害两岸同胞感情。要让两岸民众有安全感，当务之急是台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尽快的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的合理诉求，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在回答深圳卫视有关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沟通联系的询问时，朱凤莲指出，只要民进党当局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随时可以打开。通过今天的记者会，我最直观的感受是，国台办发言人不仅针对台湾方面214恶性撞船事件及其后续处理提出了批评，更重要的是向台湾当局展示了解决问题、恢复交流的可能路径，并强调了当务之急是台方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尽快公布事实真相，向遇难者家属道歉，切实杜绝此类事件再度发生。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不仅台海巡部门处理方式备受批评，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也因不断发表错误言论遭到岛内舆论指责。在没能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交代的情况下，管碧玲先是同一些台湾政客一起炒作所谓越界问题。有关言论被大陆反击后，他发文称，台海巡部门必须守护所谓限制水域，还搬出金门相亲作为挡箭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随后，管碧玲又编造多个谎言，并宣称事件发生时没有录像，被广泛质疑。而他近日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更是遭到岛内舆论炮轰，认为他失职，应当负政治责任。对此，朱凤莲在记者会批评管碧玲把处理214恶性撞船事件当成个人政治表演，性质非常恶劣。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道歉，还对善后工作不断的设置障碍，极为冷血，为人不齿。奉劝这位女士将心比心，停止继续伤害遇难者家属，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岛内媒体注意到，国台办记者会在社交媒体上直播时，管碧玲本人账号被发现处于正在观看的状态。有台湾媒体认为，可见管碧玲对大陆说法颇为关心。有关事件调查的最新进展，岛内媒体披露，目前金门地检署已确定两船有碰撞事实，因而全案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报道称，此案是否有刑责仍未定，但台海巡部门躲不过民事赔偿。而管碧玲也承认，在调查是否有过失致死罪，但又狡辩称不是故意。是不是就是我们去撞他们的船是吗？绝对不是的，因为是过失嘛，就表示不是故意嘛。最后会不会造成过失致死，还是要侦查。岛内舆论批评管碧玲现在是赖不掉了，才改口服软，应该追究她的责任。你不碰撞很难翻覆了，你船上的创迹痕迹很清楚啊，那你怎么赖呢？如果最后真的是过失致死的话，我觉得还要查。管碧玲的态度太奇怪了嘛，因为你作为一个主管，是不是下了政治命令，让第一线的海巡弟兄做了不当的执法？事件发生后，台湾海巡部门称，海巡舰艇当天未配备密录器，没有录像，引发巨大争议。台海军前舰长吕礼时披露，现在台海巡部门的岸基雷达是跟台防部门的联程系统连在一起，这些雷达的画面均有存档，因此录像不可能拿不出来。台军退役中将帅华明也表示，谁撞谁，军方的雷达航迹图一摊开来看，就能查出真相。飞机也可以用飞机的航迹图来判断敌人飞机的状况，飞机总比船要开得快，所以海上的航迹图不是不能判断，就看它当时的速度跟向量，当然可以判断。很多事情啊，政府捂着盖子不愿意讲。在此时此刻，你还要等法官来化解这样的一些矛盾跟误会吗？这显然民进党不是不能公布雷达图，而是不敢公布雷达图。截至目
目前，台海巡部门与遇难者家属代表团已经展开9次协商。有岛内媒体报道，第9次协商传出达成初步共识，针对大陆方面要求的公开道歉，可能改成书面道歉，其他部分包括慰抚金，则要继续协商。台湾各界呼吁民进党当局应该正面解决问题，公布真相，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们要的是真相，没有人相信他没有录影，所以尽快的公布，这才是正道。都希望真相为何？因为了解真相才能够避免类似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一定要有沟通的管道跟机制。国台办就214恶性撞船事件再发生，批评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歉意，反而不断撒谎、隐瞒真相，毫无人性。您如何解读？主持人好，国台办今天对这件事再回应，点出了处理两岸大小事件的关键，也就是要建立官方渠道才行。而恢复两岸官方渠道，民进党当局就必须抛弃或者是冻结台独党纲，回到9·2共识上来。国台办用比较严厉的话点出了台湾方面处理不好、处理不了撞船事件的本质，那就是民进党局部承认一个中国和9·2共识，挑动了两岸对立对抗。台湾海巡船之所以那么粗暴地对待大陆渔民，大陆死难渔民的善后事宜之所以迟迟处理不好，两岸渔民在虾境海域的安全之所以得不到保障，就在于民进党当局没有把两岸视为同一个国家。而台当局执意走台独路线，也使得无法与大陆官方沟通交流，这样就直逼台当局，要台当局回答两岸关系的核心问题，那就是是否承认9·2共识。这个问题回答不了，那两岸之间的大小事都难以解决，那么大陆只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我还注意到这个以往国台办说撞船事件都希望台方或者是台湾有关方面来做这做那，但今天直接要求民进党当局表达歉意，可以说是加码了。对台湾负责海洋事务的官员管碧玲点名批评也是很少见的，措辞极为严厉，指责他把处理撞船事件当成个人的政治表演，极为冷血，为人不耻。这8个字很多两岸媒体都用在了标题上，足见大陆方面的愤怒。那么台湾的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大陆态度的变化，也有更形象的解读。台湾知名的两岸问题专家赵崇山教授更是非常感慨地说要是有了9·2共识，这件事就非常好办了，处理起来不太难。他说他也曾经处理过两岸渔民纠纷，那时的国民党当局认同一个中国9·2共识，可以把这个纠纷处理的两边都满意。我觉得赵教授是一针见血，点出了问题的本质。如果民进党当局仍不能给两岸民众一个交代，那么大陆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如何才能维护两岸和平？从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以后，大陆采取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以维护国家主权、扩大实际管控权、维护两岸民众安全为主线的，不承认虾境海域有所谓的禁止限制水域，福建海警船对金门游艇进行登船临检，大陆海警编队绕金门岛执法巡查，直面台湾海巡船，维护金门岛与台湾岛航线上的海上秩序，都是以维护主权、保证安全为目的的。如果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选项有很多。台湾学者和评论家已经给出了不少的线索，比如说切断台湾岛与金门岛的补给线，不允许台湾海巡船越过台方所谓的海峡中线，按照贸易壁垒调查的结果取消部分惠台政策和关税优惠等等。既然台当局不认可一个中国，不承认9·2共识，那大陆就要从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角度出发，采取可采取的一切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台独分裂势力是可以采取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所有措施的。那么民进党继续执政台湾，两岸和平就没辙了吗？国台办发言人今天也点出了出路，说只要民进党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9·2共识，两岸协商谈判的大门随时可以打开。美国学者早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过程中，也提醒民进党需要冻结台独党纲。台独党纲是民进党1991年提出的，2014年也曾有过冻结的提案，但是以后再就没下文了。但是现在
民进党不能再蒙混过关了。大陆呢已经非常明确地告知台当局，与大陆交往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呢，如果坚持台独立场，拒不承认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那么交往对话都无从谈起。美国政府偏袒以色列也引发该国外交官们的不满。去年10月，美国国务院官员乔西·保罗宣布，因不满美国总统拜登加大援助以色列而辞职。他当时悲观地表示，美国所做的一切是在呼唤战争。1个月后，由于外交系统内部分歧，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被迫给国务院工作人员发电子邮件作出说明。美国国际开发署数百名工作人员还签署了一封呼吁巴以停火的公开信，但美国政府仍然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迄今为止已经提供了近300亿美元的援助，并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以色列不利的停火决议案。值得注意的是，拜登26号宣布，预计下周1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有望实现停火。观察指出，这是对布什内尔自焚抗议事件的间接回应。但拜登的用词相当模糊，他在当晚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节目中表示，停火换人质的协议只是似乎达成。巴以双方代表都参加了所谓的近距离间接会谈，即分别与调解者在同一座城市会面。美媒指出，这已经是冲突以来双方谈判代表距离最接近的一次。但作为调停方的卡塔尔承认还有巨大变数。此前1月底，美国中情局牵头在巴黎举行的和谈，由埃及和卡塔尔代理哈马斯，但这场谈判并不顺利。2月初，以色列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为期4个半月的停火计划。虽然现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最后还没有达成协议，但是现在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谈判已经是就临时停火的细节在谈判。但是美国现在率先来宣布这个消息，并且美国表现的比哈马斯和以色列更乐观更积极。实际上美国是有自己的考虑的，美国这样做是为了缓解美国自己的内外的压力。美国国内的压力是现在美国国内民主党内部对拜登政策越来越不满了，实际上是再度给以色列在施加压力。外界注意到，加沙地带受到以方持续近5个月的军事袭击，或正在促进巴勒斯坦内部团结。当地时间26号，巴勒斯坦政府总理阿什提耶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宣布，他本人及其领导的内阁成员已提出辞职。外界认为，他的辞职或意味着巴勒斯坦人有意组建一个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团结起来的新政府。另据美联社披露，接替他的人是曾在美国接受教育、曾在世界银行担任高级职务的穆斯塔法。此人被认为是亲以色列和美国的代表人物，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因此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时局微妙之际，俄罗斯宣布将于29号开始在莫斯科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会谈，为期2到3天。阿什提耶此前也在慕安会上透露了相关消息，并表示代表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经做好准备，与管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进行接触。他强调，巴勒斯坦人需要团结。2007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流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爆发冲突，哈马斯夺取加沙地带控制权。法塔赫主席阿巴斯领导的巴民族权力机构控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时隔多年，双方再次在莫斯科进行接触，讨论组建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政府以及加沙地带重建问题。外界认为，如果讨论能涉及独立建国方案，将有助落实2国方案，达成持久和平。但目前来看，时机尚未成熟。首先必须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就2国方案进行谈判。现在以色列方面是至少现在内塔尼亚胡政府是明确的反对2国方案，并且现在战争还在进行之中，未来加沙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那么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能不能回到加沙？那么哈马斯未来的加沙还会不会存在下去？这些都是很不确定的问题。所以现在实际离实现2国方案还很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说出不排除向乌克兰派兵可能性的惊人言论后，遭欧洲多国轮番拒绝。以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为首的领导人赶忙撇清与马克龙相关言论的关系，称没有向乌克兰派兵的计划。美国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同一天更是齐齐表态，称美国不会向乌克兰派遣军队。当地时间2月26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与2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共同讨论了如何帮助乌克兰扭转当前局势。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马克龙表示，为防止俄罗斯取得战争胜利，不排除派遣军队支援乌克兰。Il n'y a pas de consensus aujourd'hui pour envoyer de manière officielle, assumée et endossée des troupes au sol, mais en dynamique, rien ne doit être exclu.
马克龙的说法引起轩然大波，与会的西方多国领导人火速反驳。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欧洲或北约国家不会向乌克兰派遣部队。untereinander und miteinander festgelegt worden ist, auch für die Zukunft gilt, nämlich dass es keine Bodentruppen, keine Soldaten auf ukrainischem Boden geben wird, die von europäischen Staaten oder von NATO-Staaten dorthin geschickt werden. 同一天，美国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也纷纷表态，与马克龙相关言论划清界限。白宫方面发布声明称，拜登总统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派遣军队前往乌克兰作战，否认美军可能被派往乌克兰进行排雷、武器生产或网络行动。The president's been clear there's not going to be U.S. troops on the ground in Ukraine.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和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莱德同日也表态，称美国没有派遣美军赴乌作战计划。美媒爆料称，虽然美方多部门澄清绝不可能向乌克兰派兵参战，但马克龙的相关言论确实也给美国领导层施加了压力。拜登提出的援乌计划卡在国会动弹不得，令美国如今的处境颇为尴尬。美联社的报道披露，27号当天，拜登召集民主、共和两党在国会参众两院的领袖开会，试图就援乌法案达成一致。但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会后表示，这是他在椭圆形办公室参加的诸多会议中最激烈的之一。相关言论引发争议后，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第一时间对马克龙的言论进行了澄清，称马克龙考虑派遣军队执行特定任务，不越过参与战斗门槛。观察认为，马克龙的出兵说，既是为最近节节失利的乌克兰打气，也是向普京发出威慑信号，同时更是向美国施压，希望美国这个乌克兰最大的外援国抓紧落实对乌军援。也有分析认为，马克龙是为了展现法国的领导力，同时也在对盟友发泄不满。北约直接向乌克兰战场派兵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马克龙的讲话也反映出了在北约内部在联盟内部其实对于这个应对乌克兰的这种危机和战争也是有激烈的争论。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西方并未间断对乌军援，但西方装备近期在前线的应用并不乐观。俄罗斯26号表示，首次在战场上摧毁了一辆美国制造的 M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去年9月，美国向乌克兰交付了31辆这型主战坦克。一直以来，西方先进坦克被乌克兰寄予厚望，但继德国豹2、英国挑战者2之后，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次也被击毁，对于乌方来说是个打击。俄媒报道称，这辆坦克在位于阿夫杰耶夫卡附近被自杀式无人机至少1枚反坦克榴弹击中。美国动力网站的报道称，从坦克遭到攻击后的俯拍照片可以看到，后部多处起火，炮塔顶部的泄压板似乎已经按设计发挥作用。这种泄压板安装在炮塔后部的弹药舱上方，设计目的是在坦克遭到袭击、车内炮弹殉爆时，可以将炮弹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向外排出，从而保护车组的安全。另一段关于这辆坦克遭到袭击后的视频显示，炮塔后部向上燃起大火，这也与弹药殉爆的特点相符。目前尚不清楚俄军具体使用什么武器摧毁了这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俄塔斯社的报道称，该坦克被一架侦察无人机发现，随后在一次战斗任务中被击毁。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前线战斗中，俄乌双方普遍使用自杀式无人机以及其他空投小型弹药的无人机攻击对手的装甲车辆。为此，双方坦克装甲车辆通常会在炮塔顶部和其他重要位置额外加装格栅装甲，以防御无人机的攻击。从被摧毁的这辆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上看，它并没有配备这类附加装甲。尽管五角大楼官员早就开始打预防针，强调在俄乌激烈战斗中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当前阿夫杰耶夫卡已被俄军控制，美媒对该坦克落入俄军掌握的后果提出警告。动力网站认为，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这批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的具体型号为 M1A1SA 型，配备了升级的激光测距仪和集成到炮手主瞄准距中的热成像仪，车长还配备了新型带稳定功能的遥控武器站，即使在坦克行驶时也能使用重机枪进行精确射击。如果俄军缴获了一辆相对完整的 M1A1SA 坦克，就可以搜集有关这种美国坦克的能力和弱点的情报，这对于正与乌克兰持续战斗的俄军来说可能很有价值。对于俄乌冲突不止，国际社会仍表达关切和担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8号宣布，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于3月2号起访问俄罗斯、欧盟总部、波兰、乌克兰、德国和法国，就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第2轮穿梭外交。
毛宁表示，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已满2年，战事仍在持续延宕。当前最紧迫的就是恢复和平，早一天开启和谈，损失就会减少1分。中方将继续发挥自身独特作用，开展穿梭外交，凝聚各方共识，为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贡献中国智慧。过去2年来，我们从未放弃劝和的努力，从未停下促谈的脚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通往一个目标，那就是为止战凝聚共识，为和谈铺路搭桥。去年5月15号至28号，李辉作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曾赴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访问。这是中方首次专门派团赴相关国家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开展外交工作。俄乌冲突爆发迈入第3个年头，法国总统马克龙最近围绕冲突发出了惊人言论，您如何看？是的，马克龙的言论值得关注啊。虽然有人说这不过是给乌克兰打打气，威慑俄罗斯，并且向美国施压，叫板德国等等，或者是为了展现一下法国的独特性和领导力，似乎呢可以不必当真。不过我倒认为啊，马克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这就是任何战争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旦开打，就常常进入一个特有的极不合理的恶性攀比的现实演进过程。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战争，它受制于极为复杂的各方实质力量关系、核心利益诉求以及关键的外部环境。战局的每一步进展几乎都有着全新的综合演进逻辑和具体的机制约束，并不是用过去的经验或者一般的合理主义教条所能够解读。因为俄乌冲突反映的矛盾的深度和广度啊，大大的超过了中东的冲突，而且一直就有着一些微妙的升级动作。马克龙的言论并非仅仅是危言耸听啊。北约方面本来说不提供 F-16战机等进攻型武器，现在不也在提供吗？乌克兰也时常向俄罗斯本土采取行动啊。当然，俄罗斯方面也有一些升级的动作，这些都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们尤其要防范由于战局僵持就习以为常甚至不以为然、放松警惕的倾向。在开战2周年的今天，我必须重复在战争之初我就提出过的一些基本看法。第一，俄乌无义战，战争无赢家。俄乌本是同生共气的兄弟，我们不希望他们这样兵戎相见、兄弟阋墙啊！这是一场非正义的负面的冲突，我们所有和平人类都感到痛心和忧虑。欧洲的损失也是显而易见的呀，马克龙的态度就是一个标志吗？反映了欧洲赢不了又输不起的困境。而且2年的战争使欧洲和俄国全面脱钩急速的进行，社会民意的对抗会长期延续，欧洲不得不更多的依赖美国，而这正好是和欧洲战后的2大目标，即和平发展和政治自主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和平安稳的欧洲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莫测的动荡时期，可见最近慕安会以双输作为主题，并不是无的放矢的。据台湾媒体报道，2月27号，台湾首艘自造柴电潜艇海鲲号进行了下水测试，在场的岛内媒体大呼“终于浮起来了”。但对于这些炒作，分析指这只是潜艇测试的第一步，海鲲号后续还将面临重重考验，而其核心设备从多国采购，使得台湾所谓的潜艇自造成为了一个笑话。海鲲号于26号下午出厂，从台船海昌厂内用多轮板车移至到中信8号浮动船坞。在此之前，排水量超过35000吨的中信8号浮坞，从25号起已经在海昌厂外待命。高雄港务局自26号16时起开始管制海昌厂周边港区水道及陆域，执行管制的警方并未干涉在周边陆域拍摄的媒体。尽管现场有层层铁质施工梯阻隔，但在场媒体仍然拍摄了不少海鲲号的细节。
海鲲号采用了瑞典西约特兰级、哥特兰级类似的 X 型纬度，有明显的镰刀式7叶大侧斜螺旋桨。根据台媒拍摄的图片，海鲲号舰尾是朝外的方向缓慢从海昌场拖出。有报道称，这项移置作业为求精准将海鲲号移置到浮屋，必须缓慢进行，一直持续到27号清晨。一切稳定就绪后，浮屋再移动到几十米外台船的干船坞。27号早上8点多，海鲲号抵达干船坞后，浮屋立刻进行注水。海鲲号在浮屋下沉后，缓缓利用自身浮力浮在水上，终于达成了所谓的正式下水。在场台媒连连惊呼：“浮起来了！”去年9月28号，海鲲号首次亮相并举行所谓预下水仪式，由蔡英文主持，但该艇的声呐、鱼雷发射管等重要部位均因保密原因被装饰覆盖。令人跌破眼镜的是，当时号称是下水，但潜艇仅仅是蜻蜓点水一般接触了一下水，被岛内网友群嘲为政治下水。海鲲号现在下水是因为这艘艇直到现在才真正具备下水条件呗，也就是下水前应该装的设备和子系统呢，大致都装上了。但是呢，从特写照片也可以看出，海鲲号的建造工艺呢很糙，侧舷阵声纳罩呢和艇体贴合呢也不紧密，由此呢可以判断出台湾地区造潜艇的能力还是比较差的，这艘艇的性能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民进党蔡英文当局2016年上台以来，怀着以武谋独的险恶用心，启动所谓潜舰自造计划，总投资4000亿新台币，期望第一阶段至2019年完成设计，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2025年形成战力。但该计划自启动以来屡屡受挫，先是与荷兰洽谈潜艇外壳专利碰壁，打算向日本购买封存潜艇又没了下文，还被爆出技术顾问是家位于直布罗陀的皮包公司，疑似与拉法叶军购贪污案有联系。根据岛内媒体的报道，台湾自制潜艇由台船负责总体建造，所需关键技术则被列为绿区、黄区、红区3项，其中绿区为台湾可以自行生产的设备，而黄区为自制比较困难的设备，红区则是没有研制能力，需要外援才能获得的设备，包括潜艇的作战指挥系统、声纳外罩、潜望镜、柴油机、鱼雷、导弹等，也就是几乎全部关键系统。换句话说，这艘台湾自制潜艇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外部，它们之间是否匹配，能否有效运作，一切都是未知数。再加上台湾从来没有建造潜艇的经验，近年来围绕这艘潜艇的争议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台湾地区根本没有设计现代化潜艇的能力，关键的设备和子系统呢更无力自行解决。所以台湾地区所谓的自造潜艇，实际上是外部主导设计。作战指挥系统、声纳系统、潜望镜、柴油发动机、鱼雷、导弹等关键设备和子系统也都由外部提供。台湾地区呢只是造个艇壳，就这也离不开外部的技术支持。但是呢，由于来源太杂，所以台湾地区的所谓自造潜艇先天就存在兼容性差的问题，不仅影响性能，而且对未来服役后的持续使用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分析指，这次海鲲号终于下水并浮了起来，这只是潜艇测试的第一步，后续还将面临多重考验。例如，下一步海鲲号将进入干船坞坐蹲，也就是待它在干船坞就位后，将干船坞内的水全数排出，确保潜艇固定在坞墩上，以准备进行后续安装。问题是，对于台船来说，坐蹲也不是那么容易的。2022年，台湾自制1000吨级巡逻舰在坐蹲过程中3次因为舰体碰触边墩后严重倾斜，甚至导致螺旋叶受损。事实上，就算海鲲号完成基本的海上测试，它的真实作战性能仍远远无法得到保证。由于该潜艇的主要设备来自不同国家的不同厂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进行过系统匹配试验，台船方面也没有相关经验。想要将这些复杂设备整合到一起，发挥预期中的作用，哪里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况且，蔡英文当局为了在下台前最后再捞一把所谓政绩，不负责任地推进潜艇的测试进程。潜艇未经充分测试，一旦出事，关系到的可就是数十名台军官兵的性命。